为什么感觉每天都有好多新闻啊？你看，榴莲价格降低至20块钱左右，5亿，yeah，然后就榴莲，yeah， 我开始，你看到这个红色的框框了吗？他的意思就是开始，没事，到时候就还好。哦，一吹气就坏掉了。西湖边最美人墙遭质疑作秀，我当时也觉得那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你看过那个吗？没有。OK， 它就是一堆人在那儿要围这个人墙，我们直接来给你看一看，让你有一个概念它在干嘛。就这样，它会变形，就这个样子的。我来看看有没有视频关于它变形的。我感觉非常的蛋疼。哦，这里应该就是涉谷，不是这个。但是这也是个非常 iconic 的东西，对吧？ Yeah。只要说到日本就知道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是杭州的版本。这是要干嘛？看嘛。过街吗 ？Yeah，people forming a human barrier 之类的东西。那只能走斑马线的意思啊？就你要在人中间走。Yeah， 就是只能走斑马线的意思。Yeah， 是你说的没错。就你不能从他们两个人的缝隙间穿过去。你说的没错。这就是杭州的这东西，已经搞了8年了。Yeah。是每个5一？每个大的节假日应该都会搞，但是5一就是5一、11，然后据说是当地的叫什么叫 GWY， 用这个东西，公务员来刷存在感，它就会变形。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搞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记得我们在客服台吗 ？Yeah。他们更恼火。就这种东西搞一个晚上，5一、11都要搞，然后就有人说是噱头，你觉得是噱头吗？是噱头，但是好像他们拿工资嘛，他们理论上来讲的话，那就 OK 的呀。理论上来讲是志愿者。OK。所以我觉得还好吧，没有。首先也算是一道。他一直都宣传是最美人墙，然后就美不美不知道，但肯定是让人觉得说想去。我不想去。路过的话，我会愿意去看一眼，但我不会专门因为这个路过一下。那得多闲啊！ No， 肯定是有的呀，那至少这还有人拍呢。可能是他们当地的宣传员说，那小王啊，今年又要出那种材料啦，你去拍一拍。我觉得应该也有别人会去拍的。哎呀，毕竟杭州做媒体的话，还是值得不放过这个。Well, it's work. 点吧。It's work. 就可以说领导啊。但是，你不说他搞了8年了吗？ Yeah。我今天才知道，说明他宣传力度不够大。因为之前没有人吐槽他，还有他搞8年，中间还有2年没有搞。OK。我真不知道。我之前也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昨天吧，前天吧。但是搞得不行啊！你要跟淄博比吗，朋友？对啊。那就是没有比过啊，成都今年都没比过啊，成都今年都要骂惨了。那说他怎么了呢？就是浪费人力啊，没有用啊，这个做法科学吗？你管得着吗？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产物。Well, if it were 科学 then people should do it。No， 搞这么多人，人一多的肯定不是有效的呀。Yeah, OK， 那你看现在观点已经出来了，你认为它肯定不是有效的，但是有人觉得它有效。它本来就，我觉得它不是打着一个，它的功能是啥？功能不就是亮眼吗？它达到了呀。它功能肯定不是说防止有人闯红灯嘛。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提高过路口的效率，是它的目的。No， 我要是很好奇，我岂不是慢慢走？我说，哎，这有一个人。你要是很好奇的话，你才会站在那儿。正常人不好奇，过了就过了。就可能比平时的过街速度要慢一点，因为他会看一看他们都怎么了，我在哪，我是谁，他们要去哪。你说的对。所以说，你觉得这个事情该搞吗？
看这个哥们儿分析的很具体。你看大学生说这玩意儿作秀这鸡狗都不去，导师说给学分，大学生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能去，只要站着就行了，还算比较轻松，算志愿时长，还是挺不错的，还管中午饭，算实习经历。导员你也是大泽乡小岗村吧，还是老乡里？看见没有？就这种很简单、很纯粹的原因。就我觉得 probably something like that。所以就像刚才讲的，科不科学根本不重要，反正这个成本又不是很高，吃又吃得下去，那就直接做了，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它的实际功效没有什么功效，但是作为一个宣传，如果说出来一张照片，你什么都不讲，那我肯定会问这个在干嘛。他在画叉。就是好歹会吸引一点关注。如果他没有造成额外的别人的一些或者自己的一些负担或者额外的一些费用的话，我觉得呀，这个也就是一天嘛，一个下午，我觉得还好。但是呢，如果真的从宣传的角度来说，我真的是才知道，他搞了8年的话，这个是不是也宣传角度也不是太成功？他只要就是当地能出得了东西就可以了，就是在当地能够拿出来讲就好了。其实你真的要说的话，人也不是很多，1、2、3、4、5、6、7、8、9、10、11、12，就算15个一排嘛，然后8列呀，就算8列嘛，那就是100个人，顶天了就100个人，差不多 give and take。120个嘛，哇，就120。这个无所谓的，反正就100多个人嘛。关键是他能够 OK， 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比这个更加便宜的出新闻吗 ？No。呀，就这么个事情。反正我觉得只是一个 publicity stunt。它是在哪里啊？西湖。杭州。我知道，不是西湖吗？西湖哪儿啊？哇，你这个问题问的西湖杭州？他说是西湖边。呀。那他应该得是在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吧？银泰附近还是？呀，应该是吧，应该在那个 Apple 旁边。我猜，是真的猜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但他8年就是队形会变吗？还是就是差？就打个叉？我觉得可能变了一下，反正我觉得我们不用太仔细的去研究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就只是从一个它有没有作用，然后以及它是用来搞什么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就可以。负责人咋回应的？负责人没有回应啊，哪有负责人回应？就是前边文章的标题。OK。作秀不会做8年。OK， 他说原来是2字形，现在是叉字形。人多了。对啊，有什么区别吗？什么叫2字形？是在作秀。2就是可能一边吧，是吗？应该是。沈廷冲说我们在作秀，说我们闲得慌，有必要吗？作秀何时休？志愿者，我觉得。但正常情况下，他不得有一个说法吗？他搞这个干嘛？他没有。官方的得要有一个。提高效率。就少红灯嘛，就这么说。就是这个上面没有红绿灯。有啊，但是提高人通过的效率啊。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就说白了就人少撞死，很重要吧？要讲人家没有是公益活动，大多是资源的高校学生以及社会人士，知道吗？你可能就不行，你是社会人士吗？也不是高校学生，那没办法，去不了，一天工作6小时是没有酬劳的。觉得有用就有用了咯。你看有没有用？他对比一下呗，不就做一个下午吗？对比前7天后7天，我觉得更多还是增加。前7天后7天可能人流量也不一样啊。他是大节日的第1天吗？不知道，他没说。大节日也不总就1天吗？你看这写的每逢大型节假日。全部吗？然后5一就第1天，还是说5一的3天？上城区延安路和平海路交汇处，就是它的地址应该是。然后为了叫做不让发生踩踏事故和拥堵，这是他的想法。
那就相当于是个人工喇叭在后边催，赶紧赶紧，红灯了红灯了，走快点。差不太多。你看，就起码在这个照片里面人就把这个东西给拦住了。可能如果说大家不守规矩乱开的话，就会堵得更厉害吧。他说这里位置比较特殊，那这个就他不知道，正常不得要有一点数据的支持吗？如果真的是说效率的话，我觉得数据的话你就想太多了。反正我个人的觉得，这个事情80%都是一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所以我不纠结他没有数据，他为什么要给你整数据？如果整了数据，这东西没有用。因为他说了他的目的啊，正常情况你说了目的，你就不得要有一点东西吗？那你目的其实，比如说像成都的熊猫，我就是为了大家来这里或者来大家看他一眼，作为城市地标给到其他城市的人，那也是一个点呀。但是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量化，而且对他来讲 ，in no interest 去做量化。如果说你是这里的负责人，之前搞了5年了，然后你想要明年再搞一个数据量化，然后发现你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那当然不行啊！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得，你不能说办到节这个去搞。那你去问他要数据好不好？那现在肯定不合适。那不就完了？那现在可以改目的呀！我们另外一个目的，做了这么多年了，它已经是一个城市的地标了。I don't think so。好吧。还是像我也不知道。像你刚才说的，有谁是因为这个事情去的杭州？那至少去的时候看一看，对不对？还是现在他出现，就是因为他备受争议， okay. 就是有人觉得他没有什么用。我也不认为他有用，说正儿八经的，这个记不重要。反正就算是涉谷的那个街头，它也没有一个那叫啥，叫引导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了，继续看。OK， 苏丹冲突波及可口可乐供应。OK， 解放军27架次在台海周围活动，以无人机顺时针绕台。不是前2天才绕过了吗？怎么又开始绕了？你知道吗？我前2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在讲台湾人怎么看关于大陆军机绕台之类的。你猜猜他们大概的态度是什么？关于大陆的什么？无人机绕台。你猜猜台湾百姓大概是什么态度？他们态度就是，你们大陆会威胁我们太欺负人了吧？我们的国防不应该把他们打下来耶。这种。OK。Yeah， 然后说，你为什么要威胁我们？我只是想在这里好好的生活。大概就这种感觉。OK。他们欺人太甚 ，I was like, come on。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打一打比较好，这些傻逼。苏丹冲突波及可乐供应，我现在就读短一点吧，我感觉已经读了很久了。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已禁飞无人机。我跟你讲，无人机最好还是全部都收起来，根本没办法飞，好吗？俄罗斯2架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总统普京没有受伤。Oh, really？ 真的是袭击了吗？电视剧篮球冒犯了一位老教授，我很好奇他怎么冒犯的。史航再度回应跟他不熟。芒格，我和巴菲特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投资的黄金时代结束了。顺带我觉得现在感觉又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又还是很乱，估计赚钱的机会又到了，朋友。对即将参训的美术生有什么建议？小心生命，大概就这样。友谊是什么？就是2个人在一起，不搞事情，只是搞事情。就经常看书和不看书有什么区别？大概看书的那个人骂人的时候比较好听吧。哈尔滨多位网友拍到天空中有步兵飞行物掠过，根据我多年的经验，一般都是导弹啊、火箭啊、飞机啊之类的东西。之前美国在搞军事大飞跃的时候，就51区经常有不明飞行物，现在我们这里也有了，猜猜是为什么？如果相遇，终有一天会别离，那为什么还要相遇啊？你事情很多我只是想去肯德基吃点东西，哪知道耳机会忘在那里啊？
不要提什么相遇和别离，好不好？太伤感了。哎，旅游行业持续复苏的背景下，假期乱象凸显了哪些行业问题？我觉得就是旅游行业还是太差了，需要有一个好一点的系统性的放假的方法。我们现在的假完全都是瞎放的，就我决定全国人民放假，所以大家都去放假。这个的确可能某种角度上来讲效率比较高，比如说大家可以一起放假，这样生产不会突然停滞。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大家都赶趟的去旅游。那这样正常的做旅游，你想一年只能做2次生意，那你在那2天会正经做生意吗？那肯定不会啊。所以砍到一刀是一刀。对，肯定砍到一个是一个呀。你知道淄博为什么烧烤现在那么正常吗？因为他平时就有大学生作为客流，经常时不时的会去，周围有几个大学城之类的，大家周5、周6或者是去玩的时候都会想到去淄博去吃烧烤，所以说才会有烧烤专列。如果都像现在这样这么奇怪，一个店就往好运气了说，一年能赚4次钱，那肯定一个个都搞得跟那种叫什么，叫像他刚才讲的，来一个宰一个，只能这样做啊，没办法。文旅部5一假期国内旅游出游人次2.74亿，同比增长70.83%。OK， 去年的这个时候，反正是肯定出去不了的，出去基本上都要签，我要突然消失半个月令，就这种东西，所以没有人会去。现在只是正常恢复，看看接下来怎么搞吧。孙悟空在五行山下压500年都没事，为什么被银角大王一扇之法压得七窍喷血？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仔细读《西游记》哦。遮天动漫，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有趣，我们可以看一下。同事让你代为向领导请假，应该怎么处理？啊，这得看你跟你同事到底熟不熟啊。如果说不熟的话，假装没有听到吧。同事，我听见了，但是正常情况下，不得是希望请假的那个人风险更高吗？呀，但是关键是，如果我跟他不熟的话，我就假装没听到；熟了的话，那咋样都好。不，现在实际上这个年代本身提这个要求的就很少了。毕竟你正常就直接跟领导说，领导，我今天有事来不了，这是正常人的逻辑好吗？哪会叫同事去代为请假呀？你什么时候遇到个同事来？他应该上懵了，就是。那 OK， 我可能会不行了。1个小时之后我不能说话的话。说实话，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领导，那他该死哪儿去死哪儿去，尽量不要真的死就可以了。我说个特别不好听的，假如说 OK，there's one person who's going to your office and then 被车子撞了，然后现在少了一只手，你会纠结他今天下午上不上班吗 ？No， 那不就完了吗？ Yeah。就如果真的是那种情况，根本不会纠结这个事情好吗？只是会想，哇，怎么办？这算不算工伤？快点问问法务，我要不要赔钱？这个比较实际，好吧？就没有人那么关心他上不上班，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就这不成立。什么？就是这个问题不成立呀，这是个很蠢的问题，就不要问这种问题。所以我说了嘛，跟你不熟的人说啊，哦，那个我有事啊，你找小王吗？小王八在浴缸里。呀，小王八可能在锅里，还没吃完。呀，我不喜欢吃王八，大王八也可能吃不完。总而言之，没有什么兴趣，真的不喜欢吃那个东西，长得很奇怪，好吧？唉 ，OK， 甘露寺片段，我跳过整个《甄嬛传》，因为我都没看过。周冬雨主演电影票房破100亿，认真讲，只是因为这2年中国电影票房能够卖起来，好吗？跟周冬雨没有什么关系，好吗？就比如说我去参加了，不知道因为某种原因我参加《流浪地球1》，再参加《流浪地球2》，那我就算是养过的戏都超100亿了。这个事情跟你关系不大的，好吗？就那什么，叫 Moss 都票房破100亿了，好吗？这个完全没什么好聊的。哈尔滨一租户装修砸穿层中墙，还是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喊砸的人。砸的小工也是胆子大，敢砸，
就自己开着一个小，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东西，反正履带车就在房子里面去砸楼了，你知道吗？那是很厉害的，直接开车在楼里面去砸。然后那个业主也是胆子大，两个人都厉害。人类是与进化而来的，为什么反而不能在水里呼吸呢？我是大概在摇篮里面那么大的时候长出来的，我现在也回不了摇篮去睡觉啊，这很正常。如果让你逃离职场、逃离工作去 gap year， 你打算怎么安排？你还是问问怎么 gap day 吧。就你知道吗？我在5月和6月之间经历了1天的 gap day， 我感觉我好充实，毕竟我多睡了6个小时时间。不是多睡了6个小时，我睡回了6个小时时间是吧？你有睡足够6个小时。Yeah, it's very, I don't know, profound。能分享一下近期最快乐的一件事吗？我快乐的事情有点多，麻烦的事情也有点多。你有什么特别能好分享的？呀，希望我给肯德基打了电话之后，耳机能够回来吧，然后能卖个200块。《倚天屠龙记》中最有逼格的话是什么？就我看过《倚天屠龙记》，就很有逼格。为什么 GCC 要提供 Go 和 Rust 支持？这个不像是正常人可以讨论的问题。家长错怪了孩子要怎么办？我有被家长错怪过。如果说认真的讲的话，家长错怪了孩子，肯定是老老实实跟孩子道个歉，认个错，这个事情就算过了。这肯定是一个 ideal 的处理方式。5岁的孩子会让他做家务，会啊，就洗碗啊、洗衣服啊、擦地板啊、上班啊都可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问题 ？I don't know， 就认真讲，5岁的孩子理论上来讲，他会穿衣服都算做家务，好吗？所以说，理论上来讲，肯定是要让他做家务的。就你要看你怎么定义家务了。比如说，你叫他吃完饭之后，不对，吃完苹果就把苹果核扔到垃圾桶里，这绝对也算是家务啊。要不他就给你扔在电视机上面，对吧？那也很麻烦的。No， 没有小朋友，除非他想。哇哦，你 be careful what you say。竹笋炒肉。每个健康的小朋友都吃过竹笋炒肉。No。谁没吃过？来告诉我。我身边的一些人，哦，不是我。那不见得，可能人家在背后吃的多了，你不知道而已。再况且了，你也不知道别人健不健康啊。How can you be sure？ 看上去他们挺健康。呀，这有什么？太多人看上去健康了，好吗？这个事情跟他们健不健康一点关系都没有。5月2日 ，OK， 5.2级地震 ，Yeah, that's sad. OK, that's a kitty. 5一假期出游归来，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是否遇到坑 ？OK， 我看看，最狂的诗词是什么？疯狂卷影像，安卓还有哪些路可以走？我觉得，首先可以做一个最正常的安卓机，就像是 iPhone 那样的，就没有任何特点，但是它就很正常，然后一直做，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前2天在看一个视频，然后才发现，原来三星的所有手机，基本上所有手机，你只要不用它2年到3年，它的屁股就会胀，就是电池会 swell， 就会肿起来。然后我之前买的三星也遇到过这个事情，当时我以为是个例，就后来发现好像很多三星都会这样。不过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讲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没有人在买三星手机了，所以就是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会很有意义。其他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做一个最正常的安卓手机，然后一直存在，你就很棒了。漫长的季节没看过，足球不了解，游戏手游不了解， NBA 不了解。安徽、河南等6省暴雨将给返程添堵，这些地方雨量或同期罕见，该如何做好防范？我感觉这个话题好大，但是对于正常一个旅游的人来讲，就做好心理准备就好了。然后留足假期，这样。自行车技术的迭代能让现代普通骑有现代变速公路车超越上个世纪
古典车的环法运动员嘛。That highly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所以得看情况。四川宜宾4.5级 ，OK， 这些地震就还好。继续看，解放军称27架次军机在台周边活动，一无人机顺时针绕台，哪些信息值得关注？反正无所谓吧，你就随便飞吧，反正台湾现在这鬼样子，就开心就好，就该打就打，我也没什么好跟他们讲的。就如果台湾人民真的是不想遇到这些事情的话，就直接买一张票过来，然后领身份证就完事儿了。这个事情理论上来讲不是那么难的，或者你还可以到大陆来，凭着性感的台湾腔找到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工作，有可能。就怎么无所谓啦，就那不然呢？到底是谁要过来威胁我？等到我大到有人要觉得我是一个威胁再说吧，到时候我把这些视频都删掉。呀，反正怎么说呢，叫不是我想不想不同，但是现在这个鬼样子真的不想看啊！就我真的原来一直觉得什么台海一家亲，就是跟我们很亲这样，但实际上稍微了解一下都不是这么想的，那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呀。慢慢来吧，这个事情也不怪人民啊，也是他们那边的政党做的跟屎一样，那也没办法。俄罗斯乘2架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我跟你说，如果说我这个视频能够超过1万的 view， 然后我们再来开始想这个问题怎么样 ？OK。这是1万的 view 哦。等到我上1万的 view， 我也把这个视频给删掉。那万一就是你这个视频到1万个 view 呢？那我就删了，我内心毫无波动的，我一点都不虚。你放心，不会上1万的 view 的，我有信心。无人机时代的红场飞机事件呀，这些都是象征性的事情。怎么说呢？叫this is highly photoshopped. I don't think this is a real picture. Yeah， 我感觉这也是 photoshopped。拜登在玩牌。冒犯了一位老教授 ，OK， 这是我想知道的。他怎么冒犯的？托朋友联系到了一位退休老教授到单位讲课，与他微信联系时说明了一下希望讲课的内容，也说明了会安排司机接送他，要了卡号等信息，说课后打款，并且请他帮忙发一个 PPT 大纲用于写主持词。老教授说他明天要讲课，家里老伴生病，这会儿 PPT 出不来，只发了个10行字的 Word。提纲，我表示了感谢。第二天，我针对提纲提了一些要求，希望能调整一下提纲的顺序，增加一个帽子。帽子是个什么？内容不变。老教授说觉得很好，就这么讲。这次交流还很好，我保证期间没有一句不客气的话，都是反复感谢，反复说您看行不行？您辛苦了，早点休息。然后提了一句，如果您做完 PPT， 请尽快发我一版。就坏在这句话上。老教授生气了，说他还有别的课，也提了新的需求，先弄那个，说自己74了，老伴在生病。Well, this guy， 如果这个老教授都74了，人家可能都不会做 PPT。我觉得你要求真的有点太多了，还要发你一版，你又不是，有一点 respect 吧？他们就随便讲讲。你想想，我们这边要求的是男生退休是65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吧？65岁，这个是个女性，然后都70多了，就。人家只是出场，然后展示一下面容，就差不多了，就不要想太多了。老伴在生病，让我对他宽容一点，说自己说自己不适合到我们这里讲课，然后就在我措辞道歉还没写完的时候，朋友电话来了，说老教授不来了，我马上打电话，但他不接了，发了微信道歉，解释不是要催 PPT， 是想写一份主持词和他的情况。OK， 我看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我再仔细看一下吧。OK， 反正就是说这个人怎么出了问题，我觉得这个组织的人可能对
现实的生活的理解还是差一点点程度吧，就他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也没有 position 跟别人这么聊。这里对人家的讲课提纲、提修改意见差不多，是的。讲座前开始要求发完整 PPT， 是的。专家的 PPT 一般都不拿出来的，对，是的。人家也担心你用人家 PPT 进行二次加工，作为活动主持人确实需要准备主致辞。本来主持词就是个串场的词，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的确是做的比较年轻，不宜修改对方的内容。反正就是他没做好一句话。所以外出的课都不会提供 PPT 的。PPT 完全属于制作者，你给的授课费不包含版权费。反正看来看去就是这个组织者问题比较多。周天 OK， 我到时候去看一看这个动画片，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看一看。如果说不好看，我马上把它关了就好了。说这个制作不太行 ，OK。就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事，好歹先啃一口。同时让你代为向领导请假 ，OK， 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你若答应，下次就变成同事代为请你去上班，你去不去？一定平时代做的事情不老少了，纵容了这次。先不说以后管别人家的事，先把自己事情做好。唯一一个场景你必须得代为向领导请假，就是他已经不省人事，就像我刚才讲了，他在车上，他在过来的路上。手或者脚四肢被撞掉了一根，你可以跟领导请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那也不叫代为请假，叫汇报给领导，他出事了。他核稿出事了。大家都在讨论，明明发个消息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带？只有在我小时候90年代那种通讯极其不发达的情况下，那时候我爸他们单位如果有人卧病在床，实在是无法人到单位，才有可能需要同事代为递交请假条。就是我刚才讲的，现在谁还干这种事情啊？直接自己请就完事儿了，很少的事情。现在这种通讯手段如此先进，还要带请假，大概率只有一种情况：需要请假的同事知道领导可能不会准假，先造成一种人不到岗的既成事实，然后给领导带句话，让领导有个台阶下，不至于太下不来台。是的，就是你正常人要做就直接讲就好了。如果贸然带人请假，就会迁怒在你身上。这种情况我一般不可能准假的。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早说呢？这可就有点划不来了。所以建议别人代请假理由随便找，他实在让你请假，你就问他为什么不直接给领导发个消息呢？就像我说的，不是很熟的话就你说啥我没懂，就完了。领导小张让我带他向您请个假，他为什么自己不能请？吃烤串嘴受伤了，同时食指也被门夹了。你就为啥要让他请假？他受伤的事你也参与了没？你老实交代他还活着吗？不说实话我就报警了。差不多就是同一个事情。五一的假期归来，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是否遇到了坑？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如果入非必要，不要自己没事顶风出门，很危险的，就很贵，而且很坑。浪费时间，有这种时间在家里睡睡觉多好啊！好不容易能睡个整觉，希望 hopefully 完全没有遇到坑，全程不堵车，也没有遇到很大的人流，完美与特种兵错开。南宁东行从左进西南宁 ，OK， 他就去了一些没有人会去的地方，厉害了！真的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赶快取消调休吧！这是我刚才讲的内容。这不是双十一促销，花点时间抢东西就能便宜呀！宣告人多乱来宰客的时候到了，差不多。最疯狂的诗词：翻我喜酒时，江山入胸中啊！大家都好有文化，我好没有文化。要有空的话，可以来吸收一点文化。疯狂卷影响，打造自己独特操作系统和应用生态。这个是真的难，但是不对啊！你都说是安卓手机了，安卓手机怎么独特的生态？对吧？对，
独立于安卓的就只有 iOS 鸿蒙呀，就真没有，现在真没有。电池容量卷到了5450，快充240瓦。Find X 的屏幕峰值亮度2600 nits， 华为系统干到全终端适配了，一加的内存干到了18个 G， 各家储存空间干到了1个 TB。呀，马达越做越大，均热板也越做越大，折叠屏，神奇的铰链，就差不太多，就影像。安卓厂商卷影像主要是为了冲高端，呀，我们都知道。好了，最后一个，今年三亚榴莲成功挂果，全国多地榴莲价格降至每斤20元，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甚至不需要出外汇去买榴莲了，我们的外汇拿着干嘛？真是的，这些美元我不要，我拿着什么都买不到，芯片买不到，石油不卖给我们。现在连榴莲都不需要买了，这些美元我拿来干嘛？全部都扔掉，全部给我烧掉。我要去非洲修海沟，我要给撒哈拉大沙漠加上一个盖子，就只能干这种工程了。没有就还好吧，就之前讲了呢，就大家科技发达了，就可以搞这些。说白了就是吃产业链嘛，就所有的能够赚钱的事情都要去做呀，不然怎么赚钱啊？一边又说没钱，一边又不做事情啊！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富二代？不是这样的好吗？所以说，必须要做的事情嘛。OK， 脱皮便宜榴莲骗局。榴莲免费开，榴莲皮做中药，不让你拿走，偷斤少两嘛，这多大一个事情？4.7斤，4.7公斤，榴莲，香蕉木产。OK， 意思就是榴莲还不够贵。好的，懂了，明年榴莲更便宜。今年不用买那么多，实际上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吃榴莲。榴莲和蓝莓的价格都是炒作起来的，水果这玩意儿之所以在中国市场炒不长，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人没钱，水果又不是投资品，也没几个人天天送礼送水果，炒高了大不了一拍两散，哥没钱不吃了还不行吗？第二，中国人会赚钱，炒作成天价的水果会引来一大堆种植者，就像之前的玫瑰葡萄，大家都想赚高价，然后货多了，消费者被前面的价格搞得没有培养起来，实际上买的人很少，这可不就便宜了吗？中国人普遍喜欢吃的水果种类就6样，我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中国人买水果以橘类、苹果类、香蕉类、西瓜类、葡萄类，我吃的也就这些桃类，覆盖了80%的水果消费。首先是价格原因，这老6样毕竟便宜，现在其实也便宜不到哪里去，而且口感适中，基本上人人都喜欢吃。剩下的奇花异果就要去抢夺20%的消费市场。我开始流口水了。晚上读关于食品的东西还是有点危险，容易被口水呛到。你想想，是不是早晚打价格战？随着人口减少，特别是消费不怎么心疼钱的年轻人减少，我看榴莲去壳卖不超过10元的时代不会太远了。厉害了！哇哦，榴莲超级贵。好了，今天就这样了，希望以后吃到便宜的榴莲，然后希望我早点删视频。